欢迎来到 S 解密。有这样一种心理疾病啊，叫做多重人格，就是说一个人拥有很多人格。如果说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他身体里住着好几个甚至很多灵魂，你信吗？今天我要说的还真是一个真人真事儿。澳洲49岁的女人珍妮·海恩斯，她的脑袋里可以分离出2500个灵魂，这2500种灵魂都能保护珍妮。不要以为这种人格分离的故事只是在电影里，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。剧本源于生活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2019年的这一天澳大利亚一家法庭开庭要审理这件里程碑意义的案件。法庭上，证人席上却只有49岁的珍妮·海恩斯一个人。他告诉法官，会有6个人为他所受的极端虐待作证。法官觉得很奇怪，说：“他们怎么没到庭呢？”珍妮说：“他们就在我的身体里，随时等着作证。”在法官允许他宣读长达17页的受害者陈述后，珍妮说：“让我去叫森弗尼。”于是这珍妮就深呼吸，这时胆怯温和的森弗尼就占据了珍妮的身体。森弗尼是个4岁的女孩，在整场庭审中，森弗尼勇敢地坚持了最持久，坚持2个小时的作证。她的出现展示了关键的证词。4岁女孩控制作证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本该保护她的父亲。他成为一直蹂躏这个珍妮的人。在珍妮4岁时，他这个父亲已经开始虐待她了。更加恶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虐待升级成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行为。4岁女孩这样控诉：“我父亲的虐待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？他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钟。他喜欢听到我恳求他停下来，他喜欢听到我哭泣，他看到他给我带来的痛苦和恐惧，也喜欢看到他造成我身体的伤害。所以每到第2天，他总是会决定再来一次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父亲还对年幼的女儿进行洗脑，让他认为他能读懂他的心思，然后从此威胁他。幼小的孩子一直都恐惧、焦虑、手足无措，而他的禽兽父亲不仅对他身体进行侵犯，还对他暴力伤害，打得很时直接危及他的生命。父亲对他实施的这些伤害，不是每年一次、每月一次，是每天都会发生。那个家已经不是家，是地狱。那个人已经不是父亲，是恶魔。可是那个4岁的孩子能怎么办？反抗吗？不可能。你说闹吗？他的哭声不被听见。在绝望的境地里，他终于想到了一种应对之策，那就是分裂出另一个人格来应对自己处理不了的难题。这么小的女孩应该是快快乐乐、不懂人事的年纪，却因为禽兽不如的父亲而被长期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之下。她求助无门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她。在她承受不住的时候上天给她派来了第一个守护天使，就是4岁的森弗尼。森弗尼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，他最初分裂出来的人格。每当他父亲施暴时，森弗尼总会挺身而出。他心痛珍妮，
替她承担了一切，忍受着父亲每一分钟的虐待。当他虐待她时，他认为他实际上是在虐待森芙妮。当森芙妮也无法承受他父亲的暴虐时，他又开始分裂出其他的人格。在虐待的持续的几个小时里，他分裂出来20个或者30个或者更多的部分，放在不能联系起来的房间，每个人分担他一小部分的悲伤。这些分裂出来的人让珍妮生存下来，于是更多的人格出现了，因为各个人格之间知道彼此的存在。马索斯就是教森芙妮更勇敢的人格。马索斯是个17岁的少年，他喜欢骑摩托车和健身。他在父亲第一次家暴珍妮时出现。马索斯勇敢、强壮，还会反击。马索斯人格下的珍妮，他是一个比较不信任司法的叛逆少年。他拒绝长到18岁，他不想在父亲被法律制裁之前成年，要不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去考持枪执照、买枪，然后一枪杀了父亲。但是马索斯不能这么做，这样做就会毁了珍妮的计划。起诉之后把他永远关进监狱。每当珍妮面对父亲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人格出来指挥，他就是小瑞奇。他是个冷静的男孩，能决定谁来主导身体，谁来替珍妮承受这些痛苦。但8岁的小瑞奇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他是所有人的保护者，也是珍妮最坚实的后盾。珍妮还拥有一个美国男性的人格，叫杰克。这个杰克不会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他通常会在恶魔父亲靠近这个珍妮的卧室时向所有的人发出警告。他会用一种非常淡定冷静的美国口音说：起床，离开房间，他来了。如果他找到你，他就会再次施暴，所以现在就离开。他的身体里还住着11岁的犹大，擅长分析，还有专门掌管这个嗅觉、视觉等器官的人格。这珍妮的父亲身上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，他的气味和声音会让小森芙妮害怕，所以会有其他人格带走关于这部分的记忆。法庭上每当提到新的问题时，珍妮身体里就知道答案的人格就会出来回答。珍妮这期间使用了几种不同的改变人物的声音。4岁的女孩讲完，接着就是一个叫犹大的11岁男孩，一个18岁，一个爱骑摩托车的小伙子，后来是一个叫琳达的女孩，分别出来作证。这样的暴行并不是1天1月，从珍妮4岁到14岁，每天她都会被父亲强奸和虐待，连续10年一直到她16岁。她父亲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残酷的行为。恶魔父亲和年幼的珍妮，也许每诞生一个人格，都是珍妮拼命想要与痛苦斗争的记号。2000多个人格的交汇，有一些是常驻的、完整的人，有一些只是声音，或只会偶尔出现。有些永远4岁，有些会随着他一起长大。珍妮在他们的帮助下挺过了高中最后2年。由于他的离家，父亲自知他可能成为自己的后患，于是就逃离了英国。珍妮漫长痛苦的童年让珍妮遍体鳞伤，她的阴部和肛门都有许多年暴行留下的伤痕，身上的淤青也数不胜数。这些伤害到珍妮长大，
逃出家后才慢慢得到医治，手术一直持续到他的中年。他的牙齿视力、大脑健康都留下了永久性的伤害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强大的内心支撑他不断的学习。为了能把父亲送上法庭，他用了18年，获得了学士学位、法律研究和刑事司法硕士学位，以及犯罪受害者的博士学位。他又采取法律的手段，让自己的恶魔父亲得到制裁。珍妮主人格要和他身体里的每一个人格多次开会研究协商，最终他说服了其他6个主人格来报案出庭。这场案件耗时整整10年。2019年9月6日，澳大利亚法庭上听取了珍妮多个人格的证词。他的父亲在他上台后的几个小时内就崩溃并且认罪。珍妮坐在离他父亲几米远的法庭上，看着他被判45年徒刑。20年来一直为珍妮诊病的布莱尔博士说，多重人格90%的患者在8岁之前都曾遭受过严重的虐待，并分裂出独立的人格，以此来应对他们无法独自承受的暴力和创伤。珍妮分裂出来的那些年幼的人格都是为了保护自己。珍妮切换到不同的人格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大脑里有不同的脑电波。不同的人格可以帮助他免受伤害，甚至帮他管理器官。一个4岁的小孩想想我们4岁的时候还在幼儿园里画画，和小朋友们玩游戏，晚上有爸爸妈妈讲故事，而珍妮面临的是无尽的黑暗与绝望。珍妮的故事就讲到这了，感谢收看。喜欢我频道的，请点击下面的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。拜拜。